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电瓶的保养，就是很基本的保养。那在做电瓶的保养介绍之前，要先跟各位聊一下，就是其实拆电瓶也是有学问的。因为以我的车来举例好了，多数车子它的电瓶上一定会有一个固定架，像我的是这个。然后它多半都会跟车体，因为那个电瓶座它也是金属的，它多半都会勾在那上面，或者跟像我的这边是锁在车身上，然后这边是勾电瓶座那个铁架。然后像我们在拆的时候要注意一点，就是一定要先拆负电，负电拆掉以后再来拆正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先拆正电的话，你在转的时候很有可能工具会去触碰到这些金属的东西。你如果一碰到，因为负电还没有拔，车上的金属物件都是负电，如果你先拆正电的话，很有可能会不小心去碰触到这些金属的东西，就会导致到短路。这个是很危险的东西，而且如果触碰太久的话，其实有时候可能瞬间就会造成一些线路上甚至电脑上一些伤害。所以要记得，就是一定要先拆负电，负电拔掉以后，让整个车身都没有负电的状态下，再来拆正电，这样子会比较安全。好，那稍等一下，我先把电瓶搬下来。好了，我的电瓶已经搬下来了。那基本上电瓶分两种，一种是可加水式的，像我的这个，你看上面有6个孔，我这种就是可加水式的。我比较喜欢装这一种，因为这种可以自己保养，而且在我使用的经验上，这种的寿命也会比较长。因为电瓶在车上服务的时候，它不断的充电放电，它会导致里面的液体减少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是这种可保养式的、可加水式的，我们就可以自己先观察这边都有液面的那个标示线，这边就是低于它就是太低，所以你要添加电瓶补充液。你不要加自来水哦，自来水因为里面有一些杂质、矿物、矿泉水那种都不要加，就可能买电瓶补充液或者那个蒸馏水来添加会比较好。那像我目前，然后在测试的设计都要放在一个平的地方，然后稍微摇一下，看它的液面高度。我的液面高度看起来是都差不多。这边比较少，基本上可加水式的检查就是你要检查6格，这6格的那个液面要平均，你不要说有的高有，虽然都在范围内，这个上下范围内，但是尽量让它一致，这样子对电瓶在充放电会比较好。然后如果是那种免保养式的话，就是它只有一个观测孔那一种，我是比较不喜欢用那一种东西，因为那种东西如果你的液面减少，最后代表的就是这颗电瓶就是准备要挂掉了，因为你没办法加，是可以加水，但是如果你把它那个都是密封式的，你把那个挖开，有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子开一开，它可能会一些那种里面的稀硫酸会漏出来，可能会污染车身。然后电瓶水应该大家都知道，很容易咬金属、咬漆面，
所以如果是用那种的话，就是观察它的那个电压那个观测孔。那为什么我会突然要做电瓶的检查？就是因为单纯要靠发电机把电瓶充到饱电，真的非常非常难。你可能车上你要不使用任何电器，不开冷气，然后大白天的你要跑很远很远的路才有可能，注意哦，才有可能把它充饱。要不然以我的经验，正常使用下，你电瓶它最多，如果电瓶状况好的话，发电机的充电量最多只能让它维持在可用的范围。你要让它能够充到饱，真的非常难。那我最近就是因为我突然发现，我自从车修好以后，那些什么抖动一些状况都已经没有了，然后开起来车都很顺。但是这2天在开，就是有发现，准备踩刹车要停红灯的时候，我脚刹车一踩下去，我就会觉得好像它怠速掉的比较多，掉的比较低。因为发电机说实在话，我们车在启动以后，发电机一直在输出，它一直在发电。那马达这种东西，它在发电的时候，它会有阻力产生。我感觉，因为摩托车有时候也会这样子，当你的电瓶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，你的怠速甚至你的发电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，因为毕竟车上火星塞的点火那些东西都是直接吃电瓶的电，然后发电机只是一直在补充它而已。当你的电瓶已经状况不是很好，电压不是很够，或者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，你突然踩刹车，刹车的那个亮度我还是卤素灯泡，然后就是突然在吃大电的时候，甚至你可能开大灯的瞬间，你甚至电瓶状况还不错的时候，你仔细看，你开大灯的瞬间，它的转速表会稍微掉一下。你开冷气也会，但是因为毕竟你开冷气，它的怠速马达会自己提速，会补偿，所以这个现象也是会有，只是电脑会做补助，会把转速拉上去，所以这个那个就有点另当别论。然后再来就是电瓶桩头的清洁，找块干净的布，我没办法，就这块布，稍微的要把上面的氧化物擦掉。如果你上面那个白色结晶的氧化物很多的话，坊间是说可以倒热开水，那我是都直接拿钢刷把它刷干净，然后把补充液补充到平均以后，再做充电。然后像这种可保养、可加水的电瓶，在充电的时候要记得你要把这个6个头稍微的转松。虽然它上面这边有透气孔，但是毕竟在充电的时候它是比较稳定，甚至你如果选择高电压充电的话，我是建议不要用高电压充电了，因为可能比较伤电瓶。我是可能像汽车的，我可能都用2A 或者4A 下去充。摩托车的话，就是选可能1A、2A 下去充，宁愿让它充的比较慢，也不要让它充太快，因为充快的话，电瓶本身会发热，对电瓶的状况也不是很好。然后电瓶的检查还有一样就是外观，你要看它的外观有没有膨胀。像电瓶如果开始膨胀的话，你就摸它的四周，你去摸，如果出现有圆弧状，那多半电瓶都有点稍微在老化。像我这颗是还好，都还蛮平的，一点点呢，可能摸起来稍微有一点点。我这边摸，我觉得有一点点，但是这边又摸不太出来。可能是本身这个塑胶外壳，它在开模做的时候就本来有点比较不平整，然后这个就先另当别论。再来就是
一开始介绍了电瓶的拆装方法，这个一定要注意，这个很重要。先拆负，再拆正。然后在安装的时候呢，先装正，再装负。因为你如果在安装的时候，你先装负，那是不是变成说车身上又接上了负电，整个车身就都是负电？那你在锁正电的时候，也有可能会不小心去碰触到车身。最主要是就是你要确定车身都没有电以后，再来拆装正电。懂我讲的意思吗？重点就是拆的时候先拆负电，再拆正电。那装的时候就是先装正电，再装负电。还有就是车上的正电，你看哦，车上的正电多半都会有这种保护套，记得正电装完以后一定要把它盖回去，做个保护啦。然后你看负电就都没有，它就是直接裸露在外面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装头电瓶的这个接头就可能稍微找东西稍微卡一下。正电的就是尽量就是找个不会碰触到金属的东西，甚至你拿块布先把它包起来都可以。就是尽量不要让它去碰触到车身，因为可能车身还有残留负电，诸如此类的等等。还有就是电瓶拔起来以后，这个电瓶座也可以稍微做个清洁。如果你有的车没有这块塑胶板，它只是裸露的金属底板的话，可能你可以喷点防锈油啊，什么都可以做一下电瓶底座的保养，让它生锈的速度慢一点。好了，我等一下就是直接去充电。我等一下补充完以后，我就是直接充电了。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好介绍的。好啦，今天这个电瓶的拆装方式，然后外观检查、保养的重点，大致就到这边了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